你爱豆是谁啊？罗老师。你爱豆是谁啊？你啊。再见，走吧，走吧。暴击啊，又是一波狗粮。我们今天的采访主要为了体现我们3个人很要好，不要互踩，好不好？我觉得罗老师说的就蛮有道理，谢谢罗老师。元帅的魅力点就是他在事业上是投行上的战神，不败战神，没有失败过。然后在爱情上呢，他是一个喜欢将军喜欢了10几年的人。我一直在暗恋你，就是很专一，然后很暖。将军是他唯一的软肋，他在外面是打遍天下的，但是他只有在将军面前是可能会脆弱的。然后杜蕾魅力点我不好意思太清楚，就是不太了解。你说好，你昨天明明说过会对我好一点，今天。杜蕾其实也一样，他就是在外面是个比较狠的角色，就比他还狠，更不近人情啊。其实将军是他们2个人的软肋。哇，你这有多软啊！元帅对将军和对其他人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吗？其实包括和将军吧，就不一定是和不同人，包括对将军一个人，在公司的态度和在家里边的态度都会截然不同，对吧？在公司的态度就是什么，你是不是工作严重不饱和了？是的话，你去把早上做的报告重新给我复核一遍，5分钟之内交到我办公室，就是这种。对，然后在家里边的话就会很甜，演不出来是吧？比如说我会特别慵懒的倚在沙发上听他给我念故事，是不是有一场？啊，那还没在一起呢。对，但因为现在在一起的内容还没拍多少嘛，就是没在一起的时候，2个人在家里边的状态都会非常甜。元帅跟你本人性格反差很大，拍戏期间有让自己的情绪外放一些吗？哎呦，就说实话，刚开始的，就是我在进组之前设想的元帅和现在演出来的元帅完全是2个样子。元帅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一个高冷霸道总裁嘛，对吧？然后就是那种很有城府，然后就是那种一看就是那种这种感觉的，对吧？结果呢，第一是我们钟导演他会要求我们把所有的表演都夸张一些，因为这样子的表演的话可能更接地气，或者说是更讨年轻人的喜欢。 OK， 那么就开始外放再外放，到最后就钟导演不说，我现在都自己可以放到一定程度，对吧？对，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我是一个并不霸道的霸道总裁，这其实元帅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很二的二货了。所以元帅会有比较习惯的气氛吗？哇，我刚刚就想到了一个片段啊。什么片段？确定了将军和元帅在一起了之后，元帅有一天上班心情非常好，然后就在办公室里大跳舞，边走边跳，跳的可以唱一个来，唱一个。经过漫长的心理建设后，草原最美的花。用这种桥段了。是的，他就草原最美的花，然后一路，我们的办公区很长，一路跳了过去。草原最美的花，然后那一场真的还好没拍我特写，我全程憋笑，全程在忍。那么将军对袁立和你的这个设定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呀？就我以为这部戏不要拍哭戏了，就没有哭戏。然后呢？有，目前为止2、3场吧。然后每次哭着，因为眼泪过敏啊，就要晕倒。我经常就是翻着白眼往上，这样，就这样。对你来说有难度吗？还行。对他来说哭出来比较有难度。不是他是一个就是我需要去帮助他建立自信心的人，因为在我看来他哭戏完全没有问题，他就老是给自己设限，然后我就会说你没有问题。有的时候就越自信的人越会这样，越讲这个。高宇，白梦妍。高宇，白梦妍，你几个意思？白梦妍？白梦妍是什么？你走过去点。原名叫白梦妍。哦，是吗？哦，白鹿。这次演一个万人迷豪门公子的感觉怎么样呀？万人迷去。万人迷。你看吧，就演豪门公子的感觉，就对我来说爽到的点就是每天可以穿正装，然后每天可以开那不叫豪车。对，小宝马。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演这一类的角色会有一点难度了，因为我其实本人性格并没有说那么收敛，还算是比较外放的，所以每天就会还是让自己盯一点，稍微会有点难受，但是演习惯了之后就还好。杜蕾身上的这种贵族气质，你是怎么拿捏的呢？有贵族气质吗？还好吧，
还好，其实很贵族，我觉得是吗？很贵啊，对，就很贵的感觉。哇，你太给他面子了。不，真的，你记不记得他那场戏，就是你被记者拍了之后嘛，然后我不是把你抱走了嘛，然后他就在那儿剪了一个你的发卡，哇，那场戏我觉得高老师完全就是一个贵族。没有啊，他像个狗仔啊，很八卦，还拿手机在那里拍。他前面是拿手机拍，但是最后不是拿那个吗？你看看人家罗老师，我们今天的采访主要为了体现我们3个人很要好，不要互踩，好不好？我觉得罗老师说的就蛮有道理，谢谢罗老师。现说的蛮真诚的。对，特别真。分别爆料一下元帅将军和杜磊将军2对 CP 最甜的戏份吧。这部戏说实话真的是我就接触到吻戏最多的一部剧本，所以说呢就是各种接吻，各种方式的接吻，然后有一场特别甜的戏就是。你今天要说这么多吗？说吧，你说吧。其实我觉得哈，那场最甜的戏应该还没有拍到，就是在剧本当中，将军不是一个眼泪过敏的人嘛，然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就是上海的初雪的夜晚，将军知道我多年对他的暗恋之情了之后，然后他其实也发现他自己是爱我的，然后我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他就特别忍不住的想要流泪了，然后我呢就会用手去遮住他的眼睛，然后遮住他的眼睛，同时去亲吻他。这场戏是好羡慕。就这场戏，我觉得是非常甜的，但是还没拍上，对，所以非常期待。哇，你这说的好多啊。没关系啊，因为我们2个其实是等于说我是单恋他，所以你说我们双方都会觉得很甜的话，其实没有啦。如果有的话，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对杜磊来说，目前为止最甜的一场戏，应该就是昨天晚上拍的那场，就是过生日的一场戏。就是填完了以后又贼心酸，因为我一条短信就把我叫走了。对，就是他。那个朱老师，不好意思啊，这回真的有急事了，我得先走了。我改天给你补过个生日，我走了啊。生日快乐！就一开始还特别开心，然后他在为我唱生日歌，然后我们一起吹蜡烛，然后刚吹完蜡烛没多久，元帅就一个夺命连环扣给他扣走了，然后又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看着蛋糕。职场生存考验，请各位用剧中角色的身份带入领导或下属的视角参与游戏。你是上属，是我2位领导。吐槽领导或下属的话，不小心发到了工作群里，你会怎么做？元帅吐槽员工肯定是，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动不动你就来我办公室，连发几10个表情包顶上去。开个玩笑，不要当真，但要记住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放了一个屁，你会怎么做？肯定不会放的。怎么就不会了呢？人家就是让你放了。没有，宁可打嗝也不会放。那对，就在放的时候同时打嗝，对吧？就反正你们就是那种声音把它盖过去。就屁股擦一下那个皮凳子啊，然后就制造一下，再发出一下那个声音，让大家误以为是那样子发出来的声音。领导或下属撞衫了，你会怎么做？我其实还好哎，我不是很介意撞衫这个事儿。来我办公室。杜磊的话，你这件衣服很好看，但不太适合你。发现领导或下属说你爱豆的坏话，你会怎么做？还好吧，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豆啊。他不喜欢我的，我可能也不喜欢他的。插出去。你爱豆是谁啊？罗老师，你爱豆是谁啊？你啊。再见，走吧，走吧，走。暴击啊，又是一波狗粮。发现领导或下属的办公室恋情，你会怎么做？只要不是将军就无所谓啊。只要不是元帅就无所谓。无所谓。下班和喜欢的人约好了看电影，领导突然让你加班，你会怎么做？我就是领导。除非是他如果要和杜磊去干嘛，我就说你给我加班。跟喜欢的人约会，然后我有被乔娜阻碍过啊。哦，是吗？对啊，但是就是他还是回来就陪我一起加班，就是他假装下班了以后又回来陪我一起加班。那杜磊呢？无所谓。一场脱单大作战，3位人员给处于暗恋状态的观众朋友们支招助攻，直到有一人答不上来，就要接受大蝴蝶结发箍的惩罚。一起去听一场演唱会，找一件自己不顺的事情跟人家聊一下，就是让他帮你化解一下。请伯母吃饭。你们还能熟到这个程度吧？对啊，暗恋啊。说我们2个人吗？还是说没有生活中？哦，没有那么熟是吗？做饭给他吃，做饭给他吃，一起去看电影吧。给他唱首歌，给他念段 rap， 直接表白。不算支招吧？表白也算是支招啊！你暗恋一个人，你如果不表白的话，那你永远不知道结局是什么。但是你如果说了的话，哪怕他不能成功，那你也知道对方的心意了嘛。如果这个人有一个动物的话，你也养一个相同的动物，然后晒在朋友圈里面。就如果他爱猫，你也养只猫。对。哦，
有。白老师说的都是干货啊，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吗？没有，我真的想不到了。帮他清空购物车。哇塞，好暖啊！我觉得应该一起去个补习班，上一堂情感补习课。这都算？为什么不行呢？是个暗恋的人吗？对啊。带上。没意思，你们这个就应该让男生带。我跟你们说，你挑一个吧。你带现在是？你挑一个吧。你让高老师挑一个。你先挑一个。好，这个。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来，让你们拿着，来吧。不对呀，不是，这不应该是啥带？怎么变？哎呀，带一下。哎呀，我看看，哎，你还蛮适合的，你还蛮好看的，你像变态。日常杯表情包模仿大赛，多人根据编导提供的情景，挑选该情景下人帅张天助人会使用的表情包并进行模仿。人帅和张天吵架了。好，来吧，我好了。这个好搞笑，这个好搞笑。你的双下巴都能出来，你看，这双下巴要出来。应该对他来说是很困难，不是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了，安内受伤的张天被人帅看见了。哎呀，这个好。这个或者这个吧。哎呀，杯中杯。卑微中的卑微，杯中杯。一个是啊，好难过。一个是我开心。逝世的人帅在工作中故意刁难将军。啊，好丑啊！天哪。他在工作中刁难我，你这个表情干什么呀？因为这跟我没关系啊。张军和别人吐槽人帅，被人帅听见了。我要玩这个，拿走。看我的双下巴，你知道这才叫双下巴，卢老师。我还是个要形象的女人。对，还是这个表情啊。还是跟我没关系啊。哼。人帅决定和张天休战，主动道歉。请你吃狗粮。也很开心。人帅和张军和好，并且默默流泪。来，请你吃狗粮。哎，还有没有？来，请你吃狗粮。好难过。